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夜店拍摄的活动照片，以及我如何设定我的相机及闪光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空摄影研究所，我是 Sky。有单眼相机的朋友一定常常有这样的经验，就是朋友拜托帮忙去拍摄一些婚丧喜庆的场合。对喜爱摄影的人来讲，帮忙拍照片其实不是什么很大的事情，尤其还可以赚一点小红包的话。但是为了要求每张照片尽善尽美，可能会在后期调了很久。尤其你如果还用弱档拍摄，还要转档输出，很花时间。大部分的专业摄影师现在都是用 JPG 档来进行拍摄，拍完之后再用 Lightroom 来进行批次调整颜色及色调。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夜店拍摄的活动照片，以及我如何设定我的相机及闪光灯，并且套用适合的风格档，拍完之后连 Lightroom 的批次调整都不用了，可以更加有效率的进行拍摄，拍完之后马上上传云端或者社交媒体。好，首先我们来设定的是相机。一般相机我会开到 TV 的模式档，把测光模式调到全横式测光，接着可以调整你的快门速度。我一般大概调整在1/60到125%的速度，然后看现场光线调整 ISO。这个时候它会自动去设定光圈，你可以试拍几张，看看现场的环境光有没有被适当的捕抓下来，光圈会不会太大。如果太大的光圈，它很容易造成模糊感。一般我大概会在5.6左右。试拍过后，你可以看看照片里面的色温正不正常。如果现场环境光是黄的话，这时候你就要去调整白平衡。我会手动调整 K 的数值，因为我们拍摄的现场环境可能会有黄光、有自然光，或者有日光灯管，每一种灯的色温都不一样。一般调整的数值大概在5800到2800之间，你可以一边调整一边看看颜色到满意为止。再来，我们调整曝光补偿值。所谓的曝光补偿值，就是说人在背光之下，你如何能够加大照片的亮度。所以你看现场的光线布置，大部分是背光的话，你的曝光补偿值就要尽量调高一点，甚至到1格。一般我会调到1/3。好，再来我们可以调整相片的风格档。在相片风格档里面有自动标准人像风景等等，这些原本就有设定好的颜色模式，其实就是类似你相机里面用的滤镜，或者是 Lightroom 里面套用的滤镜是一样的。你可以用 Canon Picture Styler Editor 设定好自己的风格颜色。之后我们也会拍影片，教大家如何使用这套软体，调整到最适合自己风格的颜色。网上也有很多风格档可以供下载。我整理了一些我最常使用的风格档，放在 YouTube 下方，可以点击下载。再来，我们来设定闪光灯。因为现场的拍摄环境忽明忽暗，有时背光，有时顺光，主题有时离相机近，有时离相机远。现在的闪光灯很聪明，你把闪光灯设定为 ETTL 模式，它会自动的去侦测相机前面物体的亮度，来进行补光的输出。很多摄影师会在相机前面加一个灯罩，例如像这样子的，或者是贴一个描图纸。网上有很多类型，大家可以去挑一个适合的。我的这个是可以吹气，让它变成一个像无影罩的形状，这样透过这个无影罩拍摄出来的光就会变得比较柔。但是我们只是做一个小补光，并不会把现场的光线都盖掉，所以影响其实并不太大。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不太用光罩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来设定闪光灯的曝光补偿值。如果你想要让它亮一点，可以转强一点；想让它只是补光的功能或暗一点，就调弱一点。一般我大概会调在-1/3，这样闪光灯补出来的光只是微微的可以看到表面的质感，并不会盖掉现场的光线气氛。再来，这边有一个3个箭头的按钮，我们按2下可以把闪光灯设定为后联同步。因为在现场拍摄的时候，常常会有一些人走动来走动去，甚至于如果你的快门速度是慢一点的，可能会有一些手震。但是后联同步的好处就是晃动的线条会变成在主体的后方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后联同步跟前联同步的比较图。然后不要忘记了，如果你的色温数值是比较低的话，要准备一些类似像这样的黄色、绿色片，贴在你的闪光灯前面。
这样闪光灯补出来的光就不会变成蓝色的。好的，这样闪光灯就设定完成了。然后这时候不管你怎么拍，透过相机与闪光灯的自动侦测，你都会达到一个很标准的曝光。再套上适合的风格档，现场直接拍下来的时候，照片就会呈现你想要呈现的色调。这样我们拍完马上就可以上传云端或所有的社交媒体，或者是直接就可以把照片给客户。这样除了增加你的工作效率之外，也让客户可以及时分享他们的喜悦。效率就是时间，时间就是金钱。好的，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，那也请记得订阅我并开启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